陈平沉默片刻，他知道四店主的示好意味着什么。有了神殿四店的支持，追查恶道店会顺利得多。但他也清楚神殿内部派系林立，三店主和六店主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可以答应和解。陈平最终点头，眼神却变得锐利起来。但若是神殿其他人像六店主这般咄咄逼人，我陈平也不会坐以待毙，这是自然。云秀点头应下，四店主已传令下去，若有店主再敢私自找你麻烦，便是与四店为敌。另外，四店主知道你在追查恶道店，黑风山脉的分店确是棘手，若你需要情报或人手，只需传讯给四店，四店主定会相助。陈平心中微动，阿翠的情报网虽广，终究不如神殿根基深厚。他拱手道：如此，便多谢四店主和云秀姑娘了。云秀微微一笑：陈先生，好好疗伤，我先告辞了。说罢，他身形一晃，如同一缕青烟般，转瞬间便消失在天际。胡麻子看着云秀离去的方向啧舌，这侍女真厉害，地仙境9品吧，比那六店主都强。陈平，这四店主靠谱吗？陈平望着云秀的背影道：至少目前来看，对我们有利。他看向南霸天和阿翠，眼中满是歉意，今日连累你们了。南霸天摆摆手，将最后一粒丹药喂给阿翠。陈先生说的哪里话，你是我们的恩人，保护你是应该的。那恶道店分店凶险，不如我陪你一起去。阿翠也点头道：信息楼在黑风山脉有暗线，我可以让他们接应你。陈平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摇了摇头：你们刚和好，先好好休整。恶道店的事我自己能应付，陈先生若是需要帮助，尽管开口。南霸天说道。陈平点了点头，随后带着胡麻子离开了。陈平他们并没有去找恶道店的分店，因为以现在的实力，陈平知道即便是找到恶道店的分店，也根本就没办法救出胡氏一族的神魂。现在陈平需要提升实力，快速的提升实力。可是要提升实力，陈平必须要在镇魔塔中才行，这样时间流速会让陈平用最短的时间提升实力。但在客栈之中使用镇魔塔，只让胡麻子自己护法，陈平有些不放心。毕竟现在针对他的人很多，若是有人趁他在修炼的时候偷袭，那就麻烦了。于是陈平带着胡麻子找到了墨尘。现在他是剑宗大弟子，所以住在墨尘的府邸也是正常的。陈平在墨尘府邸养伤的日子过得平静却充实。墨尘的府邸坐落于剑圣城西侧的竹林深处，院内一座古朴的剑炉终年飘着剑香，炉前的空地上，数百柄锈迹斑斑的古剑插在泥土里，形成一片独特的剑林。据说这些都是墨尘早年游历天下时，从战场遗迹或破败宗门中搜集而来的废剑。他说：剑可废，亦不可断，观废剑如观前人剑意，方能悟己道。每日清晨，陈平都会在剑林中吐纳疗伤。云秀留下的丹药效力极强，后背的爪伤在3日便已结痂，那股侵入体内的阴寒煞气，也在墨尘赠予的暖玉符温养下渐渐消散。而更让他惊喜的是，在剑林浓郁的剑元滋养下，他体内的灵力运转愈发圆融，原本卡在散仙境7品巅峰的瓶颈，竟隐隐有了松动的迹象。你的根基打得不错，只是御剑术过于依赖灵力爆发，少了几分剑者该有的灵动。墨尘每日午后都会在剑炉中指点陈平，他从不亲自动手演示，只是坐在竹榻上，手中摩挲着一柄通体乌黑的木剑，偶尔指出陈平练剑时的破绽。你看这株老竹。墨尘抬手指向窗外一株被狂风吹弯的翠竹，风来则弯，风去则直，看似柔弱，实则韧性十足。剑亦当如此，刚不可久，柔不可守，刚柔相济方能纵横捭阖。陈平凝神望去，只见狂风中的翠竹看似随时会被折断，
却总能在风力最盛时微微偏折，卸去大半力道。他猛地扶至心灵，手中斩龙剑嗡鸣一声，原本刚猛霸道的剑招骤然变得灵动起来，剑光如烛影摇曳，时而直刺如笋尖破土，时而横削如竹叶扫风。有点意思了。墨尘眼中闪过一丝赞许。剑道无定法，困于招式者为将，悟透剑理者为宗。你之前的剑法太执着于斩，却忘了剑亦可缠绕卸。说着，他屈指一弹，竹榻旁的一柄铜剑腾空而起，化作一道流光射向陈平。这一剑看似缓慢，却封死了陈平所有闪避的角度。陈平心中一凛，下意识想以蛮力格挡，却猛地想起墨尘的话，手腕急转，斩龙剑如同灵蛇般缠上铜剑，顺着剑脊轻轻一划，竟将铜剑的力道引向一旁。两剑交错的瞬间，他手腕再翻，剑刃已直指铜剑的剑柄。叮，铜剑坠地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陈平怔在原地，方才那一瞬间的感悟如同醍醐灌顶，他只觉体内灵力奔腾，散仙境7品的瓶颈轰然破碎，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充斥四肢百骸。散仙境8品，突破了！胡麻子在一旁看得啧舌。这才几天啊，陈平，你这修炼速度简直不是人。墨尘站起身，走到陈平面前，第一次露出欣慰的笑容。不错，一点即透。你这悟性比我当年强多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剑宗弟子匆匆跑入院中，神色激动地喊道：大师兄，墨尘师尊，100年一度的剑圣城剑术大会要开始了，各大门派都在报名呢。陈平心中一动，问道：这剑术大会是什么？那名剑宗弟子给陈平解释着剑术大会。剑术大会？胡麻子搓了搓手，听起来挺热闹啊。陈平，咱们去凑凑。陈平看向墨尘，却见他眉头微蹙，似乎并不热衷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几日后，剑术大会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剑圣城，各大宗门纷纷报名，连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些剑修世家都派人赶来，剑宗的弟子们也按捺不住。凌雪等几个核心弟子更是找到墨尘，恳求参加。师尊，这是100年难遇的机会，我们就算不能得名次，也能见识一下其他宗门的剑法。凌雪语气恳切。墨尘沉默良久，最终还是摇了摇头。你们实力尚浅，这次大会卧虎藏龙，不少宗门为了名次不择手段，上去只是白白送命。可凌雪还想争辩，却被墨尘打断。尤其是神剑山庄，墨尘的声音沉了下来。他们与我剑宗积怨已久，他们的弟子向来心狠手辣，若是在大会上遇上，绝不会手下留情。陈平在一旁听到神剑山庄，知道自己入城的时候，凌雪跟着神剑山庄的秦风就是比拼剑意，以命相搏。如果不是自己出手，估计2人之中必死一人的。师尊，陈平上前一步，目光坚定，弟子愿代表剑宗参赛。墨尘看向他，你虽突破到散仙境8品，但神剑山庄的核心弟子最差也是地仙境4品，你上去。弟子知道危险，但正因如此，我们才更该去。陈平语气诚恳，若是一味退缩，只会让人觉得剑宗懦弱可欺。而且弟子想借这次大会好好磨练一下剑术。凌雪也跟着附和，是啊师尊，陈师兄进步神速，说不定能创造奇迹呢。我们也愿意跟去，就算不能上场，也能为陈师兄助威。其他弟子也纷纷点头，眼中满是期待。墨尘看着众人热切的眼神，又看了看陈平胸有成竹的模样，终于松了口。罢了，既然你们执意要去，便随你们吧，但记住安全第一。他转向陈平，神色严肃地叮嘱：我会为你报名，但你听着，大会有3则铁律。第一，只能用剑术，不得动用任何法术、法宝或外力。第二，武器自备，
但必须事件。第三，一旦上台，生死各安天命，任何人不得干涉。尤其是遇到神剑山庄的人，墨尘加重了语气。他们的裂天剑法霸道无比，招招致命。你若是觉得不敌，立刻认输，切不可逞强，保住性命才是最重要的。陈平点头应下，弟子明白。看着陈平沉稳的样子，墨尘心中稍安，却又隐隐有些担忧。他知道这场剑术大会绝不会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，神剑山庄的人恐怕早已等着在大会上给剑宗致命一击了。几日后，剑术大会开启，剑圣城的演武广场早已人山人海。青石板铺就的广场中央，一座方圆100丈的白玉擂台悬浮于半空，擂台边缘铭刻着密密麻麻的剑纹，日光下流转着淡淡的金芒。这是剑圣城历代城主耗费心血布下的锁灵阵，既能防止打斗与波伤及观众，又能禁锢一切法术灵力，确保参赛者只能凭剑术分胜负。广场四周数十座观礼台依山而建，各大宗门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。最上方的贵宾台上，剑圣城负责人一袭紫袍端坐中央，左手边坐着几位须发皆白的老者，皆是城中德高望重的剑道宗师，右手边则是各大门派的掌门或长老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神剑山庄庄主秦烈，他一身赤红蟒袍，腰间悬着柄通体漆黑的长剑，目光如鹰隼般锐利，正与身旁的几位长老谈笑风生，眉宇间满是傲然。听说了吗？这次神剑山庄派出了3位核心弟子，为首的赵金峰据说已将裂天剑法炼至第7重，地仙境6品的修为，在年轻一辈中几乎无人能敌。何止啊，还有7星剑宗的李寒江，一手7星连珠剑出神入化，据说曾一剑斩断过千年古松。我赌这次冠军肯定是赵金峰，你看他那气势，光是往那一站就没人敢直视。台下的议论声如同潮水般涌来，数千名修士的目光都聚焦在擂台东侧的入口处，那里是各宗门参赛者准备入场的地方。陈平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衣衫，站在剑宗弟子的队伍里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凌雪等人皆是身着剑宗制式的白衣，唯有他依旧是平日里的装扮，腰间那柄看似普通的斩龙剑，在周遭各式华丽配件的映衬下，更显朴实无华。陈师兄，你看那边。凌雪悄悄碰了碰陈平的胳膊，指向不远处的神剑山庄队伍。只见3名身着银甲的青年正簇拥着一位红衣男子，那男子剑眉星目，嘴角噙着一抹倨傲的笑意，正是赵金峰。他似乎察觉到了凌雪的目光，转头看来，视线在陈平身上扫过，如同在看一件微不足道的物件，随即轻蔑地笑了笑，对身旁的师弟道：剑宗这次竟派了个散仙境的废物来凑数，看来是真的没人了。旁边的师弟们顿时哄笑起来，笑声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到了剑宗弟子耳中。凌雪气得脸色发白，握着剑柄的手微微颤抖，太过分了。陈平却神色平静，只是淡淡道：嘴长在他们身上，随他们说便是。陈平注意到，在神剑山庄中，那跟着凌雪比斗剑意的秦风，竟然不在弟子队列，而是坐在前面的座位上。陈师兄，那秦风是庄主的儿子，所以身份高，这种比斗他不会上台，应该是害怕伤到。凌雪跟着陈平说道。陈平点了点头，这种怕这怕那的二代哥，以后也不好有什么出息。就在这时，广场中央响起一声钟鸣，3长2短，正是大会开始的信号。剑圣城负责人缓缓起身，声音透过灵力传遍广场，100年一度，剑圣论剑，今日齐聚于此，皆为切磋剑道，砥砺己身。老夫在此重申3则铁律：1. 禁法术，禁法宝，唯剑论高下；2. 点到为止。
生死自负。3. 擂台上，胜者为王。现在有请各宗门参赛者入场。随着城主话音落下，入口处的光幕缓缓开启，各宗门弟子依次走上擂台。一共64名参赛者，分成32组，两两对决，胜者晋级下一轮。陈平的名字被排在第10组，对手是来自流云宗的一名弟子，地仙境3品修为。陈平，小心些！那流云宗的流云13世以速度见长。墨尘不知何时走到了陈平身边，低声叮嘱。陈平点头，师尊放心。他走上擂台时，台下顿时响起一阵窃窃私语。那就是剑宗的参赛者，看起来好年轻啊，听说是散仙境8品，这在64人中修为怕是垫底了吧？流云宗的王冲可是地仙境3品，这局怕是没悬念了。王冲见陈平上台，脸上露出一抹胜券在握的笑容，拱手道：“在下流云宗王冲，还未请教兄台高姓大名。”陈平，简单的2个字，不卑不亢。王冲眼中闪过一丝不悦，觉得陈平太过傲慢，当下也不再多言，长剑出鞘，化作一道流光刺向陈平心口。接招吧！剑光如水，飘忽不定，正是流云13世的起手式云卷残阳。台下众人只见一道白影闪过，王冲的剑已至陈平身前，而陈平却依旧站在原地，似乎还没反应过来。完了，这陈平怕是要输了，太拖大了吧，连剑都不拔。林雪更是紧张地闭上了眼睛。